其实我有在那个网上问医生，然后医生就说，其实我们在医院不是被吓死了吗？我们觉得那个结果非常不好，对不对？会感觉它在往下降。但是医生说，其实2次结果差不多，他只是 confirm 了一个事实，就是，确实是，对不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说吧，你说。我为什么会突然笑啊？是因为我想让你轻松一点。英子不行，不会等于我孩子不行吧？不会，你这个其实它可能自然受孕的概率会低一些 ，just that， 并且我现在也开始想要弄 IVF。其实你精子的质量高低影响并不大，你只要有1颗你就可以了。你的心情怎么样？对于这个事情？我就还好，我就是担心你，我自己就还好。我可能确实因为我做喜剧的原因，我对于很多这些事情，我有一个我会跳出来，不是那么被卷进去。所以我其实我主要是比较担心你的情绪。而且你说，其实咱们如果不是被镜头记录下来，也不会跟别人讲的。对，也是。就会自己悄悄的想办法什么的。我觉得你既然已经被记下来了，要不写点东西，调侃一下，自嘲一下。然后呢，讲一讲这个，我觉得你就不会那么的难受。对，因为当你在舞台上讲出来，别人笑，真的对你来说会是一个。其实是有时候可以说是有点一个很好的逃避方式，但是你也会 get used to it， 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没有我想象那么可怕，因为如果一直藏在你心里的一个 part， 那你在躲着，你就每天一想起来，一想起来，你还不如把它说出来，你说出来就这样，现在情况就这样，对，你可以试试吗？小兄弟，积极一点，我们在一起可以克服这些困难。积极一点。大家好，我叫汤包。真去讲了。我前段时间去做了一个检查，对，发现我小蝌蚪有点问题。我觉得汤包也很有喜剧精神，他如果去讲一讲，我觉得对他来说也很好。因为我们也是比较莽撞，接了这个节目，现在也都要播出去了。如果你自己不面对，别人看到你还不好怎么跟你说话。我气死了，我觉得很丢脸。那你自己如果有一个角度来自己解读这件事情，那你就掌握了你对这件事情的话语权。打个岔，你早知道有这个结果，你会接这个节目吗？应该不会。我还是觉得汤包比较重要一点。但现在事已至此，只能用喜剧来救他了。没了。好感动哎！为汤包鼓掌。哎呀，很优秀的人。对，他很优秀哈。我觉得他们2个人真的是有堪当表率的地方，就是特别关心自己的情绪，就完事儿了还解读一下，说我为什么当时难过呢？这个难过意味着我要什么呢？然后关心对方的情绪，然后呢还接住对方的情绪，宽慰对方的情绪，还能找出一个招来，把皱眉的事情变成有笑声的事情。你们俩真的堪为典范。真的。我们要学习。所以上一次他俩长久的拥抱，现场哭了好多人。这次我觉得又很感动。哎呀，磕到了，大磕到，而且小鹿在最后说到，如果早知道这个结果，他觉得你更重要，他不愿意接这个结果啊，真的好感动的。对，那汤包借助了这个喜剧的方式自嘲以后，对你有帮助没有？其实有，对，而且我觉得这就是一些脱口秀的力量。它就是有时候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你就藏起来，其实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大，然后
控制你很大的一部分你的心理的空间。但是你说出来，第一你会发现其实也有很多人能共情，而且第二你就是能面对事实，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。而且第三可能就是你往它好玩一点，你就必须就觉得啊，其实没那么大的事情。对，汤宝你这个做法特别对，我刚才鼓掌也是因为这个是对的，给自己开了一个非常好的路，因为已经走到现如今这件事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，以这种方式多好啊，非常善良。指不定你还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呢。那你这么坦然地说出来，我觉得也可能减轻了别人的压力，让别人没有这么大的压力。对，真的。还有汤宝，你跟小鹿说，如果想全国再筛选一下，做更好的这个的，北医3院是最好的。那个我可以给你介绍他的妇科主任。你把这件事情从第1季做到了第2季。反正姐姐当家结束了以后，你们任何时候怀孕了，你就全国发一个大喜报。那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啊，比如说现在网上经常会说，娃呢是生得起养不起，那养娃是真的是很昂贵呢，还是说真的是养娃很难？我觉得这是一个把就是一堆事情混到一起去说的一种思维，就是生不生一个孩子和如何去养育他其实是2件事情的，而不是说养不起于是就不生了。什么样的经济水平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是可以有孩子的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哈，我们也做心理学不断的在讲，就是你要做一个完美的父母，那你就给自己压力就太大了。要做一个足够好的父母，是你的眼神、你的拥抱，给他以生命，给他以关爱，你对他的理解，给他的这种接纳啊，这种爱是不花钱的，要花心思的。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就会极大的忽略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这一代父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常常会说，哎呀，因为我养不起，所以我不生。但实际上是，现在养孩子的标准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对，我们也难免要被所谓消费主义裹挟一下，比如说，给孩子用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好的，他会给你很多新的观念，导致你觉得说我要给我孩子最好的。我觉得是这样，与其说养孩子贵，倒不如说养孩子金贵。除了刚才说的之外，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对我们家长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。我们经常是处在一种进退维谷的那种状态里面。哎，这个我认为啊，咱要分清楚什么钱该花，什么钱不该花啊。对，他是搞教育的。哎，这事儿我特别有经验。我先跟你们说说养孩子怎么省钱吧。哎，这个好，就是所有的家长花一个钱之前，都问一问自己，叫做这是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的妄念？为了孩子还是为了我的妄念？请问3遍，大多数的钱是家长的妄念。举个例子，我有一个同事，大概1个月挣1万多块钱吧。他孩子1岁半的时候，买了一个4万块钱的脑科学测试，以知道孩子将来有什么天赋。你研究脑神经的，这能信吗？不能信。对，这肯定不能信，对不对？然后，所以我觉得这事儿，就是你其实买的是家长的妄念，把这个东西去掉。还有一件事儿，就是我儿子刚出生，大概一直到他上幼儿园，他用了大量的我的朋友圈的旧东西，非常好用。旧东西它有几个好处，就比如说他的木床到我们家是第7家，安全健康，就它保证没有气味儿，然后没有任何的毛糙，然后大家都觉得好用，没有坑，然后流传到了我们家。所以我觉得要把朋友圈的那个分享流动起来，旧物利用特别好用。是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老师说的，够好叫 good enough， 就好到足够就行了。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压力，还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别人家孩子4岁就背诗，8岁就拿金银牌，我的孩子教育内卷。对，就是很多时候不是贵在钱上，是贵在这个心理上、焦虑感上，没有安全感上。你吓得汤包不敢要了，这爱情。